1984年7月10號下午1點40分，九份梅山煤礦一場大火，悶燒搜救，整整搞了一天，123個人困在坑道裡面，救出來的時候，101個人已經死了，剩下22個送醫之後，一半的人再也沒醒過來。林妹那年8歲，她記得那天中午，她照例提着便當去送給爸爸阿水，看他吃完又留在附近，等下午換班要跟阿水牽手一起回家。下午1點40分，她正坐在坑口附近的石頭上吃着自己的午餐，忽然地面夢夢地震了一下，然後警報聲就響了。有人在哭，有人在喊名字，空氣裡飄來一股味道，他從來沒聞過，又黑又濃，像燒焦的東西從山裡一直冒出來。他手裡自己的便當掉到地上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從那一天起，他其實已經失去爸爸了，只是他不怎麼想面對。大家好，我是小明，歡迎回到藝海路。林妹後來才知道，九份這座山確實不是第一次這樣。早在1934年，台陽礦業的社長嚴國年跟瑞芳礦業所所長翁山英就在這片山頭立了一塊碑，叫招魂碑。為什麼立碑？因為50年來因為挖礦死掉的人太多了。這裡先跟你說清楚一件事，招魂碑悼念的是清末到日治為了挖金子死掉的人。九份這座山先挖的是金，金子挖完了，後來的人挖的是煤，礦換了，但死的人從清末一路算到戰後沒停過。碑文上有幾句話，我截錄出來給你看。黃金固貴矣，而人命猶重。然則應找山探礦，既得黃金而喪絕生命者，斯可哀也已。其英靈鳳衣是閒也，故宜後之業辭者，將何以未妥之乎？我翻成白話講給你聽，你就知道這句話有多重。黃金再貴，貴得過一條人命嗎？這些為了挖金子死掉的人真的太可憐了，他們的靈魂到現在還在這片山上。後面接着做這行的人是要拿什麼去安慰他們？1934年立碑的人問了這個問題，50年後，1984年，這座山這次是梅山給了答案，用一場更慘的方式。而那場大火之後，類似的事不只發生在九份，同一年山下海山一坑也出事了，93個人死在礦坑。後來當地老一輩流傳一個說法，那些礦工有些被炸得粉身碎骨，遺骸根本沒挖出來，有些是吸一氧化碳走的，走的時候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們還在那裡，在礦坑口那棵老榕樹下，戴着礦工帽泡茶聊天，等着復工，等着繼續上班。沒有人告訴他們礦場已經收了，沒有人告訴他們已經過了幾十年，這是三峽的說法。但林妹後來才知道，類似的話，九份這邊其實也有人在講。阿水是這座礦山裡有名的好爸爸，礦工的日子很苦，下坑一趟渾身都是煤灰，但阿水每次上工前都會先蹲下來跟林妹說同一句話：阿爸今天下班，你在坑口等我，我們牽手回去吃飯。林妹那時候才8歲，每個禮拜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中午提着阿芬煮的便當送去給阿水當中飯。送完便當，她不會馬上走，會留在附近，等到下午換班，等阿水走出坑口，兩個人再牽手回家吃晚飯。阿水一出來，會故意把臉上的煤灰往他臉上抹一點，兩個人就笑成一團。阿芬常常笑他們倆，你們父女是穿一條線的，一個禮拜不見都不行。那天也是一樣的禮拜，只是這次便當送到了，人卻沒等到。那一聲，林妹後來怎麼也形容不清楚，不是炸彈那種爆炸聲，比較像很重的東西從很深很深的地方猛猛地撞了一下。警報聲響起來之後就沒停過。林妹從小聽慣礦場的鐘聲、哨子聲、機器聲，但這個警報聲不一樣，
拉得又長又急。大人開始往坑口跑，有個阿姨直接癱坐在地上，手指緊緊抓着地面的碎石，指甲都抓裂了。林妹站在原地，動都不敢動。她只記得那天的太陽特別大，特別曬，但她全身卻是冷的。一直到天黑，她都還站在原地，沒有人來帶她回家。阿水送醫後被救活了，但再也沒有醒過來。在醫院待了一段時間後，阿芬把她接回了九份老家。她說，與其讓她一個人躺在醫院，不如躺在自己家裡，至少還能聽見熟悉的聲音。從那之後，阿芬一個人照顧了阿水42年，翻身、餵食、擦身體、換尿布，日復一日。九份的鄰居都說，阿芬這個人命比鐵還硬。林妹長大後離開了九份，到外地工作，後來嫁了人。不是她不愛爸爸，只是每次回家看到那個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的人，跟她記憶裡那個會把煤灰抹在她臉上的爸爸，完全是兩個人。她沒辦法把這兩個人連在一起，所以她越來越少回去。最後只有逢年過節才匆匆回去待一個晚上。林妹國中那年有一次回九份過節，半夜聽到阿芬跟鄰居在門口低聲說話，她聽不清楚全部內容，只隱約聽到一句，說晚上看到走去礦坑那邊。第二天她問阿芬，阿芬只是笑笑說，鄰居亂講的，你別當真。那之後，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類似的話從阿芬嘴裡輕描淡寫的帶出來。1年一次，2年一次，林妹聽久了也跟阿芬一樣沒放在心上。42年後，那支電話打來的時候，林妹正在外地的家裡準備晚餐。是阿芬打的，聲音很平靜，平靜的讓林妹一開始沒聽懂她在說什麼。醫生說，你爸這幾天可能就要走了，你回來看看爸爸吧。林妹握着電話愣了很久，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3年沒回九份了。電話裡阿芬講着這幾天的安排，語氣忽然帶了點不耐。對了，附近那些鄰居又在那邊講了，還是那句老話，說晚上看到你爸自己走去礦坑那邊，講了快40年，每次都講得跟真的一樣。林妹愣了一下，那股熟悉又陌生的不安又浮上來了。她不知道為什麼，這次她一點都笑不出來。她沒有多想，當天晚上就訂了車票。坐在回九份的路上，林妹腦袋一片空白。她不知道自己在怕什麼，但她的手從上車握到下車沒有放開過。林妹推開老家的門，看到的畫面讓她在門口站了很久。阿芬正在幫阿水翻身，動作熟練到讓人心酸，一手撐床，一手拖背，3秒鐘，阿水的身體就從左側翻到了右側。整個過程，阿芬連看都沒看阿水的臉一眼。林妹這才看清楚，阿芬的頭髮已經全白了，背也溫了，比上次見面又更明顯。她翻身時手在抖，但抖歸抖，動作一點都沒慢下來。像是身體比腦袋還記得該怎麼做。接着阿芬拿起毛巾沾水擰乾，仔細擦過阿水的手臂、脖子、耳後，每個部位一絲不苟，動作裡卻沒有一絲表情，像在擦一件家具。林妹站在門口喊了一聲媽。阿芬轉過頭，露出一個很平常的笑容，像林妹只是出門買菜回來。你回來了，飯有吃嗎？林妹喉頭一緊，說不出話。她心裡一陣酸，她媽是徹底老了，老到這個地步，她卻是這42年來第一次這麼清楚的看見。林妹後來才明白，阿芬不是不難過，是難過了42年，難過到連難過本身都變成了一種習慣動作。凌晨4點多，林妹睡不着，下樓想倒杯水。阿水的病床放在客廳改的房間裡。林妹經過房門口的時候，眼角好像瞄到一個畫面，很快很模糊，像是阿水的殘影，身影躺回床上。林妹愣住，盯着房間裡看，但阿水安靜的躺着，跟平常一模一樣，連呼吸輔助器的聲音都沒有任何變化，
他站在那裡，搖了搖頭，可能是剛睡醒，眼睛還沒對好焦，可能只是燈光的陰影，或者他自己嚇自己。但這時他看到了，床頭那邊有一頂工帽，是那種老式的礦工帽，安全帽款式，邊緣磨得發白，帽身上沾着一層洗不掉的灰黑色，像泡過水又乾掉很多次。林妹背脊一陣發涼。昨天她回來的時候，明明沒有看過這頂帽子。她站在原地，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她不知道剛剛那個殘影是真的，還是自己眼睛的問題。但這頂帽子是真的，是擺在那裡的，不是她想出來的。屋子靜的只剩呼吸輔助器規律的嗡嗡聲。林妹站在那裡，動也不動。媽媽在電話裡說的那句話，那些講了快40年的鄰居傳聞，此刻突然變得一點都不好笑。那一夜，林妹幾乎沒睡。早上，阿芬煮了稀飯，兩人坐下來吃。林妹攪了好幾圈碗裡的粥，最後開口：“媽，樓下阿爸床頭那邊那頂帽子是哪裡來的？”阿芬抬起頭，像是在想，又像是根本沒想。帽子？哪頂帽子？就放在床頭珠上，舊舊的，礦工戴的那種。阿芬愣了一下，繼續喝着稀飯，說出一句讓林妹整個人僵在原地的話：“我一直以為那頂帽子本來就在那邊。”林妹一時說不出話，她意識到阿芬不是在隱瞞，也不是被嚇到，她是真的不知道那頂帽子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或者她早就看過很多次了，看到後來連去想她為什麼會在那裡都已經懶了。媽，你真的沒有覺得奇怪嗎？你照顧爸爸42年了，怎麼可能沒注意到？阿芬看着她，眼神平靜的有點冷。林妹，照顧一個人42年，你會看很多奇怪的東西，看久了你也不會去想那是真的還是假的，你只會想今天要不要幫他翻身，要不要餵藥。林妹紅了眼眶，終於問出那句一直不敢問的話：“媽，這麼多年，爸他一直回去礦坑，為什麼？”阿芬沒有馬上回答，她低下頭看着自己的手，那雙42年來翻身、擦身、餵食從沒停過的手。很久很久，她才輕輕說了一句：“我不知道，我從來都不知道。”3天後，阿水走了。走的那個下午很安靜，沒有掙扎，沒有徵兆，呼吸輔助器的聲音慢慢的停了下來。阿芬坐在床邊，握着他的手，很久沒有說話。林妹站在門口，看着母親的背影，那個42年來翻身、擦身、餵食從沒停過的背影，第一次徹底的靜止了。阿芬最後只說了一句：“水啊，你的功課做完了，可以離開了。”沒有人知道他說的功課是阿水的還是他自己的。阿水葬在瑞芳那片公墓，離招魂碑不遠。出殯後，阿芬跟林妹去掃墓，燒完紙，順着小路走到了招魂碑前。林妹這才第一次親眼看到那碑。安山岩的碑身已經風化大半，碑文模糊的幾乎認不出來，但她還是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念出聲：“其陰靈逢伊氏相也，故宜後之夜辭者，將何以未妥之乎？”念完，林妹沉默了很久。後事辦完，林妹整理老家，準備把那頂工帽收起來。她拿在手裡看了很久，然後她突然想到，不對啊！她又想起那天凌晨那個模糊的殘影，阿水的身影，好像剛剛走動過，又躺回床上。林妹開始想，三峽那邊流傳的說法，會不會也發生在她爸身上？那些礦工到死的時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所以還在等着復工，還在等着上班。他爸是不是也是這樣？
這42年，他的身體明明已經睡成那樣了，但有沒有可能有一部分的他一直不知道，一直以為自己還在等下一班，等着走出坑口，等着回家牽林妹的手？林妹說不清楚這個念頭是不是只是他自己嚇自己，但他沒辦法不去想。他想着爸爸，那個會把煤灰抹在他臉上的爸爸，那個每個禮拜都在坑口等他送便當的爸爸，是不是這42年來，靈魂都還困在那場大火裡，沒有人告訴他已經結束了？他也想着阿芬，那個42年每天翻身、擦身、餵食，連自己有沒有在害怕都搞不清楚的阿芬。他想起那天在招魂碑前念出來的那句話：其英靈逢伊是鄉也，故宜後之夜辭者，將何以未妥之乎？那一刻，他突然覺得這句話不只是問九份這座山的，也是在問阿芬：42年，你未妥他了嗎？你自己未妥自己了嗎？他沒有把帽子丟掉，也沒有收進箱子，他把它放回了床頭柱上，放回原來那個位置。林妹突然懂了，這42年最辛苦的不是他爸，是他媽。他媽用42年把自己的害怕磨成了日常，磨到連告別的時候都只能用平常的語氣說一句：你的功課做完了。他沒有把這句話說出口，他只是輕輕牽起阿芬的手。你呢？你是不是也正在這樣愛着一個人，愛到忘了該怎麼好好的愛自己一次？我是小明，這裡是藝海路，我們下次見。